感谢阿米洛森林机械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键盘艺术家阿米洛。长官，就剩最后一个敌人的堡垒，就在那。炸弹在哪里？在大墙身上。攻壳一连听令，所有人掩护大墙，攻击敌方碉堡，不惜代价。火力掩护。联机加速，好丢雷，用汽油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受完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尝试提高视频的信息密度，缩短视频的时长，以应对各位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不过放心，我们的文案大纲依然按照以往的量来写，只是提高了密度而已。上一次我在杭州中国美院分享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伊迪芬奇的记忆这个游戏啊，这是我这几年来印象最深、最触动内心的游戏。还记得上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还是陈星汉的《风之旅人》。这个游戏呢，也确实得到很多奖项啊，算是游戏开发所必须要研究的游戏之一。所以中国美院之后呢，我也想聊聊这个游戏。除了探讨它抛出的关于死亡的话题外，我还想从设计的角度说说它的精妙之处。不过要特别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我去上海参加了 China Joy 嘛，那这期视频中间的录音是去上海之前完成的，所以不能改了。但是我去上海后遇到了雷电老师和他聊到这个游戏时，他表示这个游戏按照发音来翻译，应该叫做伊迪芬奇的记忆，而不是很多人习惯的艾迪芬奇的记忆。我想了想英语的发音，觉得确实应该如此哈。不过录音已经录好了，视频也做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呢，下面就仍然暂时叫他艾迪芬奇。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啊，毕竟伊迪芬奇比较严谨嘛。先说说游戏的类型和玩法，这是一款以体验为主的叙事型游戏，或者更通俗的来说，是一款走路模拟器。当然，走路模拟器这种调侃主要是针对游戏单一的操作，但并不代表游戏的内容只有走路而已。互动作为第九艺术与其他艺术最大的区别，操作和回馈一直是游戏的重要因素。但人脑里的 CPU 型号很老，带宽不高，还单线程，因此当玩家在专注操作时，就很难分心去思考诸如剧情、暗示、背景、背后的意义等抽象元素。用游戏流程之外的文档来补充是不错的做法，就像黑魂里每个物品说明里的典故。但如果玩家在黑魂里和阴险的敌人斗智斗勇的同时，有一个旁白在你耳边孜孜不倦地解说手里武器的来历，或者对面敌人的故事背景，估计能把玩家整成抑郁症啊！你知唔知乜嘢係噔噔噔噔噔噔？咩噔噔噔？
当当当当当当当。所以，不管有多么深邃庞大的故事背景，只要强调强操作、强互动，在游戏的实际流程中，玩家就很难感知抽象的东西。但很多制作人已经不满足于玩家在通关之后才去研究出一套学说，他们希望玩家在游玩的当下就能体会到剧情的跌宕、暗示的巧妙、背景的有趣。他们希望玩家在游玩的当下，思绪就已经飞到窗外的云朵上，天马行空的联想，和小学老师那希望你专心致志的宗旨是截然相反的。为了让玩家的大脑有足够的带宽思考和分心，就必须简化操作上的复杂度，简化的只剩下最基本的移动而已。因此，走路模拟器类的游戏就这样产生了，最多也就在某些节点设计简单的解谜和操作以调节节奏。艾迪芬奇的记忆就是这样一款游戏极其简单且慢节奏的操作，合理比例且不难的解谜，但却有着极高的信息密度，需要玩家在玩的时候打通大脑的任督二脉，不断接收、不断理解、不断思考。这种脑力运转的快感不比手指操作的快感逊色也不分高低对错。但这种设计理念在游戏艺术里面呢还算新颖，有很多可以尝试和探索的优秀的如《风之旅人》、《看火人》、《Limbo》等作品，都在不同方向上做出了成功的尝试。而艾迪芬奇的记忆却很特殊，他在很多游戏里只有 Game Over 才出现的死亡上，做出了精妙的尝试。艾迪芬奇的记忆已经是2017年的游戏了，而如果鉴赏此游戏完全不对剧情做陈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本视频虽然不会完全的剧透剧情，但也不会刻意的回避剧情。但鉴于该游戏是一款重体验、轻剧情的游戏，哪怕先看了视频再玩其实也并不有太大影响说不定还能有更细致的体验过程。艾迪芬奇的记忆的剧情很简单，就是以艾迪的视角去回看芬奇家族这几代的历史。芬奇家族据说中了一个巨开挂的 debuff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因为各种离奇原因死亡，有些努力活到了中年，有些则在孩童就惨遭夭折，有些是意外而亡，有些则是自我了断。总之，无一安享终老，比天煞孤星还可怕。游戏将操纵主角艾迪最后一个活着的芬奇家的人，为解开诅咒的心结而回到家族老房子寻求答案，并在回忆中一点一点追溯每个家族成员的死亡过程。剧情并不复杂，但却模糊不清，没有解释这个诅咒的由来或者真假，因此真相并不重要。这不是个悬疑游戏，游戏的重点是体验每一个成员死亡的过程。这听起来有点像电影《死神来了》，充满猎奇。当然，这游戏不是猎奇游戏，所以这些过程并不血腥，而是用艺术手法恰到好处的让玩家意会。游戏要表达的是这些过程的离奇、迷幻、意外、巧合、轮回等各种命运的捉弄，所以即便先看了本视频再玩游戏，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家族里每个人的死法都完全不同，绝不重复，但每个人的死，制作组都设计得非常巧妙，都在其中埋下了不同的暗示或者质问。有些是毫无悬念的意外，比如曾祖母的父亲欧丁在远洋搬迁时遭遇巨浪而死，又或者是爷爷 Sam， 他带着女儿，也就是艾迪的妈妈 Dawn 去狩猎，却被还没断气的猎物撞下悬崖而死。还有艾迪的曾祖父 Sven 为孩子建造滑梯时，却不幸被坍塌的滑梯而砸死。艾迪的爸爸 Sanjay 在地震中为抢救伤员不幸死亡。这些看上去纯粹是意外的死亡，让我们很难与诅咒联想在一起。人生在世，哪有什么万无一失呢？但也有些人的死亡却充满了奇幻色彩。曾祖母的长女 Molly， 游戏用魔幻的手法展示了 Molly 变成怪物自我吞噬的过程，但最后到底是死于食物中毒，还是饥饿过度，还是真的被什么怪物给咬死了至今都没有一个定论。而艾迪的哥哥 Milton 则如神笔马良一般画出了一扇真的能走进去的门，而他钻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家族里的童星 Barbara 在赶走了爱扮鬼吓人的男朋友后，和打败了真的连环杀人魔后，却被一群怪物给杀害吃掉。但这些怪物却来自他参演的恐怖电影，到底是男朋友干的，还是杀人魔得手了，还是真的有食人怪物，没人说得清楚。这些死法让游戏增添了一份魔幻，
在玩家因平淡的意外死亡而怀疑诅咒的真假时，这种不可抗力的魔幻又强化了诅咒的力量，似乎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在控制着家族的命运。而还有些死亡是来自家族成员内心的精神疾病。爷爷的兄弟 Kelvin 热爱太空，渴望飞翔，但固执和倔强驱使他荡秋千，荡上了天，飞向大海。伯祖父 Walter 在目睹了 Barbara 的死亡后，不仅没有以唯一的目击证人为我们解答当时的真相，反而因心理阴影长期住在地底下，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走出去过，靠准时经过的火车的震动计算日子。但在连续1周没有火车经过后，决定挖个洞到铁轨一探究竟，以直面内心那挥之不去的恐惧。结果却和姗姗来迟的火车亲密接触。还有个人认为最精彩的大哥 Louis， 因妄想症等心理疾病的指引，让其迷失了自我，真假不分，最后离开了真实世界，永远停留在妄想的世界里。这段极其精彩，堪称叙事式游戏关卡设计的教科书啊！强烈建议各位自己去体验一下。总之，这些因角色内心的疾病而遭遇不幸的，又让玩家怀疑这个诅咒是否只是家族遗传性精神病史的表象呢？或许根本没有诅咒，而是家族成员本来自己就有问题。不同的死亡类型在玩家心里留下不同的疑问，是纯粹对意外的过度解读，还是真的有超自然力量，还是家族精神病的作祟？玩家在几种结论中摇摆不定。在这个整体流程平淡、以走路为主的游戏里，营造出了不亚于动作游戏的张力起伏。但游戏设计之精彩还不止于此啊！每一个死亡事件之间其实都有互相关联，都暗藏着对因果关系的质问。比如一开始搬迁被巨浪袭击而死的 Odin， 讽刺的是他搬迁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死亡诅咒。如果他不为躲避诅咒而搬迁，还会不会死于非命呢？就如因先知的预言而打破了花瓶的 Neil， 哪个才是因，哪个才是果，已经无法看清。而他作为在新家的第一个死亡成员，其分不清因果的死法，也对应着最后游戏的质问：是因为诅咒而死亡，还是因为相信诅咒才死亡？首尾循环是开始还是结束，也分不清楚。走进画之门的 Milton 似乎是知道家族每个人的死亡经历，甚至可能知道整个诅咒的真相，但或许也因此他才走进那扇画之门，不知所终。是逃避，是认命，还是对抗诅咒，不得而知。而一生躲在地底下不敢出来的 Walter， 这和死了被埋葬在土里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后走出了地下，虽然身亡，但哪个才是被诅咒，哪个才是解脱，谁又说得明白呢？最后，如果整个家族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死于非命，那对这个家族来说，这是诅咒还是常态呢？就像真实世界，每个人最后都一定会尘归尘，土归土，这就不是诅咒了，这就是常态啊。而在游戏里，并没有出现过家族以外的人，在游戏里，这个家族就是整个世界。这是否影射着真实世界每个人都背负了诅咒，但也是常态呢？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芬奇家族的成员在背负着这么恐怖的诅咒下，每个人依然表现得不为所动，平凡平淡地过了自己的小日子。每个人都有诅咒，就是最大的公平。生死有命，最重要的仍然是当下的生活。艾迪芬奇的记忆的主题可以说是非常黑暗沉重的，但整个游戏却感受不到多少哀伤。似乎这个诅咒并不可怕，似乎死亡并不是结束。精妙的编剧让玩家抽离了死亡的恐惧，从而对生命和命运有了更多的思考。而实现这种思考的，则是游戏教科书般的关卡设计。艾迪芬奇的记忆几乎没有突出的玩法，仅有的一些谜题既不难也不算巧妙。而剧情嘛，虽然一路都迷雾重重，但也并不曲折。所以呢，能够撑起游戏的唯一要素就是叙事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它证明了好的叙事游戏并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剧情，叙事过程本身就是魅力，名副其实的叙事游戏啊。过去的游戏由于表现力不足，需要大量文字补充，但技术在提高，很多游戏开始尝试减少文字，以提供更强的代入感。比如《风之旅人》、Inside 等等游戏都有着史上最没意义的多国语言。
艾迪芬奇的剧情更抽象，不能完全抛弃文字，但制作组又不希望被文字打破代入感，因此他们把文字如织布般遮进了游戏里。游戏一开始，玩家就跟随着日记上的文字进入了故事，日记本上甚至还故意用划掉的作废文字来补充背景。之后的整个游戏都是在阅读日记的过程，使玩家进入了文字的世界。因此，游戏里的文字就如实际存在的物品出现在了场景里，并按照不同的场景用最符合的方式出现和消失，始终让文字出现在最适合的地方，不会破坏画面的构图。消失的方式呢，也加强了画面的信息。这看似只是给文本换了马甲，但相信体验过看电影一边看画面一边还要低头看字幕的人，就能体会到这对体验有多么大的提升。这种把信息变成游戏视觉元素的做法，在《细胞分裂5》里也有了大量类似的运用，而《死亡空间》则是尝试把 UI 融入到游戏里，都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解决了文字的代入感，还要有优秀的叙事设计来配合。艾迪芬奇的游戏讲述了3代大概15个人的故事，每个人都塑造得丰富饱满，但最多只要2个多小时即可通关，短小精悍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讲述完那么高密度的信息，流畅简洁的设计功底可见一斑。举个例子啊，游戏一开始就用日记告诉玩家即将探索这栋房子，但这是谁的房子呢？什么样的房子呢？里面还有没有人呢？之类的谜题并没有说明。但这些设计是极其重要的它能给玩家一个心理预期。有了这些预期，就等于定位了游戏风格，开始带入情感。这房子是如《生化危机》那样惊悚恐怖，还是如《录音机鬼屋》那样充满欢乐这非常重要。前期如果定位错误，就会给体验带来割裂感。艾迪芬奇里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进入探索后，很快会说我11岁前一直住在这里，然后在路边设计了一个信箱，打开信箱，文字出现，里面是7年前的账单，上面写着紧急，请立即开启。一个小小的道具，几行文字，不经意间就把刚才那几个问题给回答了。这是自己住过的房子，已经7年没人住了，人走的时候呢很仓促，现在可能没啥变化。而随之而来的为什么要走，有什么危险等等疑惑又浮上心头，很好的给游戏的调性做了定位至少我们知道不会一开门就遇到路易吉。这个设计之巧妙在于神不知鬼不觉，察觉不到游戏在铺陈背景，而且那时候在门口都会有信箱嘛，所以信箱的设计也看似合情合理对，只是看似合理但仍然有点奇怪，因为信箱不应该放在离房子这么远的地方谁都希望让快递员多走几步，而不是自己，除非在那个范围有个门禁。因此信箱之后很快就能看到有个铁栏写着禁止入内，这不仅消除了上面那个不合理，还又传达了这家人很孤僻，不喜欢别人靠近的信息。这种源自生活不经意就传达信息的设计，是游戏设计的高阶手法但有趣的是，制作组也会有疏忽因为接下来又出现了不合理。玩家尝试打开房子的大门，打不开，便通过门上的一个方孔窥视里面。这个窥视动作也非常重要它进一步提前告知玩家屋内的情形不是恐怖的生化危机7，可带着放松好奇的心态探索。同时先窥视再进去解谜，也成了游戏贯穿始末的核心但这个方孔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投递信件用的呀。如果这家人不让邮递员靠近那么老远就禁止入内，那这里还要投递口干嘛呢？如果这里换成了透过门上的透明玻璃观察，可能会更加合适。还好这已经离信箱很远了，应该没几个人能察觉到。虽然投递口的存在略显不合理，但也可见在这里偷窥屋内的桥段是刻意设计的而整个游戏就在这种刻意精心安排的设计下，一点点润物细无声地推进着剧情。Molly 变成了猫咪，从窗户跳出的情景，指引着玩家很自然的也从窗口出去，进入下一个场景。Kelvin 房间里满是太空的装饰，让玩家很快联想到了 Kelvin 的兴趣。然而当看到他坐在秋千上且一只脚受伤后，又能立马猜到他的死亡和飞行有关。George 在被淹死前故意被设计成鲜红色的浴缸塞，如消防按钮一样醒目，暗示着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就能迎来生机。可终究这个按钮没有被按下，反而成为了意外的根源。躲在地下的叔叔靠一个时钟、一场震动、开个罐头，只要重复2次，就诉说出了内心的恐惧以及生不如死的折磨。Louis 一边切鱼一边控制小人的操作，充分体现了妄想症精神分裂的感觉。而在了解了几个人的死亡后，来到墓地看到他们的墓碑，会会心地读懂墓碑上的含义。总之，这2个小时玩下来，玩家很难感受到自己在认真的玩游戏，甚至回想起来都很难回想起自己做了什么。游戏似乎也什么都没有讲述，玩家就是这么一路走下去。但不知不觉中，整个故事的框架和背景，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深意，都慢慢的植入了玩家脑中。高密度的信息、完美的行为设计、自然的国度，都让游戏把叙事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让艾迪芬奇的记忆成了继《异域正文曲》、大神、风之旅人之后，被最多人称为艺术品的游戏。这个游戏不算贵，而且又是17年获得各种大奖的精品游戏。其实呢，我是特别推荐各位都去尝试一下的。当然，尝试它的驱动力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品味一下一款安静祥和的游戏啊，就如读一本好书一般，回味把玩。现代人呢，心浮气躁，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啊，找回内心的一丝平静，这就是非常值得回票价啊。只要能够细细品味，慢慢前行，深深的思考，就能慢慢的习惯这种感觉，内心获得了升华，最后会明白过来啊，还是他妈的打铁来的好玩啊！哈哈哈哈。然后下期开始呢，我们要改才星期一更新啊，因为我希望周末大家都能出去走走啊，多陪陪家人，不要整天守着等我们的更新。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从此晚了1天更新哈，但是你也可以这么想嘛，我们从此早了6天更新啊，对吧？没毛病吧？爸爸不同意了。好，下一期我要带大家去风花雪月的场所，各位老司机系好安全带啊，跟朋友用在，我是叶俊，我们学校见。